全世界的人，尤其是古人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互相交流过，对吧？为啥会不约而同的选择黄金，把黄金当做财富的象征？这是如何做到统一的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是黄金，而不是其他的元素？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价值是人类所赋予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一个集体和社会当中，人们都认同一个东西它有价值，那么它才值钱，对吧？才能成为流通的货币。比如说，曾经就有人把贝壳当作货币来用，来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那么当地人都认可贝壳。还有，在监狱的话，香烟也可以当做这个流通的货币啊，用它来交换你想要的货物啊。那现在我们把一张印有数字的纸视为珍宝，把它当做流通的货币，可以看出一张纸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，但是人们赋予了它价值，所以它才值钱啊。而且我们知道每个国家的纸币都是不一样的，并不是统一的。但是有一样东西很特殊，就是黄金。那么黄金自古以来在不同的地区、社会、文化当中都是财富的象征。那么每个人都认为，只要拥有了黄金，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啊。那全世界的人是如何做到统一的？意思就是，这为什么是黄金？你看，在元素周期表中有118种元素，为什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？为什么海盗的箱子里装的不是假币、一币，而是金币？为什么给运动员发的奖牌不是锆牌，而是金牌？那有人就会说，黄金稀有呀，稀有就珍贵就有价值，这其实并不是全部的原因。比如说元素钯、劳、碳、氖，它们也很稀有，甚至比黄金还要稀有，但它们并不是货币，对吧？好，那下面我们就捋一捋这个元素周期表，看一下为什么是黄金。你看，在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非常的多，但是想要把一种元素当做这个财富储备，作为硬通货，其实这样的元素并不多。首先，我们不能用液态还有气态的元素作为货币，对吧？比如这个镓还有氖，这样的货币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容器里面。当你想要支付的时候，需要用吸管把它吸出来，然后用测量仪器进行称重。很明显，这样的操作非常的难。而且气态和液态的元素会蒸发掉的，无法长时间的保存。所以我们需要在元素周期表中删除气态元素，还有这个液体元素啊，有图中红色的叉，还有蓝色的叉。那这样就剩下了102种元素了。那么其中的碱金属还有碱土金属也是无法当做货币的，因为它们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啊，比如钾元素还有钠元素，它们遇水就会发生剧烈的反应，甚至是爆炸。还有锂元素在氧气中非常容易着火，那这样的货币给你也不敢要啊，所以这些化学元素化学性质很活泼的元素也要被删除掉，有图中黄色的叉。那现在就只剩下92种元素了。还有一种元素想要成为货币，除了这个化学性质稳定以外，它的原子核也需要稳定啊，不能有放射性。那不然时间一长的话，元素就会发生衰变，变成质量更低的这个元素，比如土、油、钚啊等等这些放射性元素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只要比铅重的元素，原子核都不稳定，都有放射性。它们不仅不适合作为货币，而且还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。因此在元素周期表中，我们需要把对人体有伤害的元素全部的排除掉，比如放射性元素还有有毒的元素。有图中绿色的叉还有青色的叉啊，那这一下就排除了很多很多的元素，现在只剩下41种元素了。那么在剩下的这些元素中，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非常常见的元素啊，比如说地球上储量非常大的元素，比如这个碳元素。如果你现在用碳作为货币的话，由于它的储量非常的多，很容易获取，因此你想买一个馒头可能需要支付几十斤的碳来进行交换，所以我们需要去掉不够稀有的元素啊，就图中黑色的叉。那现在就只剩下16种元素了。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16种元素中去掉那些非常稀有的元素，因为想要当做货币，这些元素就需要能够在地球上开采出来，比如说它们有可开采的价值还有可能性比如这个元素锆，这个元素非常的稀有，它主要来自于陨石，在地壳中的存量属于罕见的级别，因此这样的元素它不具备作为货币的可能。那么现在去掉了那些太过稀有的元素之后，也有图中紫色的叉号，就剩下了5种元素了。好，那么经过了以上一系列的排除之后，那现在剩下的元素有劳、钯、铂、银还有金。那么其中劳和钯直到19世纪的时候才被人们发现，那么剩下的铂、银和金就是我们现在最受欢迎的贵金属了。那为什么在这3种元素中，从古至今全世界的人都选择了黄金？那首先是铂的熔点太高了，需要1768.3摄氏度。那么在古代就根本没有这样的炉子能够把铂给炼出来
把它加工成货币装饰品，因此铂近些年来才被人们赋予了价值。那么古人根本就不知道它。那么剩下的金还有银就是货币了。但是黄金更为值钱，是因为黄金有银没有的优势。首先我们知道黄金不容易变色，这说明它的化学稳定性更好，而且它的颜色具有很强的辨识性，可以和很多的金属一眼区分开来。只有铜和黄金有着相似的颜色，但是铜并不会被误认为黄金，因为铜的这个稳定性不好，在空气中会被氧化变成绿色，所以说银就没有金这么值钱了。好，那最后总结一下啊，虽然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有很多，但是经过排除之后，你会发现其实可以当做货币的元素很少很少，其中只有金最好。那数百数千年以来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无意中就经过了以上各种类似的排除过程，并且尝试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货币，最后就发现它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，但是唯独金元素在各个方面表现得最好，所以全世界的人就把金当做了财富，不谋而合。那毕竟金是唯一一个满足以下所有条件的元素啊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啊，它既不是气体，也不是液体，啊，它不会被腐蚀，也不会起火，也不会爆炸，它对人没有伤害，它既不太常见，也不太罕见。那么自古以来，人类都可以把它冶炼出来，它很容易和其他价值较低的金属区分开来，所以黄金就成为了全世界的硬通货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